老费，你现在找的最多算普通拳手，跟亚历克斯根本就没法比。我觉得这样不但帮不上袁甲，反而会让袁甲产生错觉。别管这么多了，这武术起源于战场，在战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对手，谁能预料？管那西洋拳王有什么招数，往死里打就对了。但组织这场比赛的是贝特朗，贝特朗是势在必得，而且对袁甲非常的熟悉，也一定会让亚历克斯尽量了解中国武术的长处和劣势，这样就变成袁甲在明处，人家在暗处了。师傅，师傅，外面来了一个人，说要会会您。什么人？年轻人，看架势像个练家子。哦，还是个新潮，没辫子。新潮青年也学着踢馆，还要会会师傅，真是不自量力。我去打发他走。傻燕，为师自己去见见，也许人家不是来踢馆的呢。你就是霍元甲，我在报纸上见过你，跟照片比起来，你显得又矮又小。你这样怎么跟亚历克斯比赛啊？你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吗？你说什么？就凭你也敢对我师傅不敬？先让我领教领教你的本事。等等，老费，他刚才用了重量级这个词。对呀，比赛当然要分重量级，您最多75公斤。亚历克斯要130公斤，这怎么打？没听说过这样的规则吗？你懂西洋拳？我就是一名西洋拳手。你是中国人，怎么会打西洋拳？我是广东人，从小伺候少爷，后来少爷留洋就把我带上了，没想到才去1年，少爷就得鼠疫死了。我呢没钱买船票回国，就只能留在那儿。为了谋生，就给拳手当了陪练，挨打的那种，所以慢慢就学会了。我在英国、法国都参加过比赛，至今胜多负少。洋人个头大，跟我一个重量级的也没什么好选手。能在西洋拳坛胜多负少，了不起，失敬失敬。我才回中国1个月，到上海刚刚5天，很可惜没有赶上霍师傅跟东洋人比武。不过赶上也没用，据说票可贵了，我买不起啊。今天看报纸知道您要跟亚历克斯比赛，我就来了，看看能不能帮您出出主意。师傅，别听他的嘴把式，不会是个骗子吧？我看也像。陈真，你还是试试他吧。你说你打西洋拳，怎么没见你带拳套来？不是所有的西洋拳都要带拳套的。亚历克斯可以接受无限制自由比赛，要不然他怎么号称要征服世界拳坛呢？看来你是真懂啊，这位先生，请叫尊姓大名。鄙人姓邱，霍师傅叫我阿良就好。阿良兄弟，里面请。等一会儿，师傅，您先里面请，让我来领教领教这西洋拳。想跟我打比赛啊，那必须要在拳台上。这满院子追着打，我可不会。西洋人打拳最讲究速度和力量的结合，我随便打2下，你们看一下。他们的腿法变化比较少，一旦发现你的弱点，会不停的进攻。麻烦那位兄弟帮个忙。我来。
看来不是个嘴把式，还有点真东西。霍师傅，在欧洲，我有幸看过3场亚里克斯的比赛，他确实是一名了不起的拳王，跟一般的大力士可不是一回事儿。您跟他比赛，除了身高、体重、力量上的差别，最重要的还有经验。据说他每年要打满50场比赛，这可不是一般拳手能够做到的。大战在即，精武门正愁没有人了解西洋拳术。阿良兄弟，真是我霍某的贵人呐！Ceci est vraiment mon chef-d'œuvre. Patron, je ne comprends toujours pas pourquoi je dois installer ces éperons. Le kung-fu chinois de Rouo est vraiment très puissant. Mais il faut se battre comme un jongleur, vous voyez. Effectivement, Alex peut en effet être blessé par cet homme. Mais il ne sera vaincu uniquement que par sa taille et par son poids. Ce doit être Rouo Wendia. Un guerrier d'Asie de l'Est a perdu contre Alex le Grand. C'est son honneur de pouvoir vaincre ce champion de boxe. Mais cela n'élimine pas la haine. Je veux qu'il meure. 正如阿良所料，对方要求必须在拳台上打，也就是绳子圈起的范围内比武。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对方以增加比赛的惊险程度和可看性为由，提议在拳台四周立起铁刺。这样一旦失败，被打下拳台，性命可就堪忧了。我想这一定是贝特朗的主意。中日大战，他输了很多的钱，故而对元甲怀恨在心。他对亚里克斯太有信心了，当然，任何人对这位拳王都很有信心，毕竟他已经连续100场没有失败过了。这叫什么比武？洋人太可恶了！既已应战，无所畏惧，虽千万人，吾往矣。好一句虽千万人，吾往矣。元甲，你我相知多年，今日对你的敬佩更加由衷。我提议，大家为元甲鼓掌。
办，师傅？请贤兄妹暂时回避。明白。真要是奔我们来的，你知会一声，我们兄妹绝不会给精武门添麻烦的。你就是霍元甲？正是在下。尽听答话，武官人等在此候命。天津霍元甲，还不拜见黄公公？见过黄公公。大胆！黄公公可是老佛爷身边的红人，你一介草民还不上前跪拜？算了，人家是大侠嘛，跪不跪，能咋地呀？跪了，我还能多出2两肉。公公，元甲愚钝，不知道精武门何时惊动了朝廷。你犯大事了，害得黄公公一路颠簸，从京城赶到沪上，就是为了你来的。行了，别吓唬他了。霍元甲大名鼎鼎，我以为3头6臂呢，没想到长得白白净净的，倒像个唱小生的。霍元甲，我这次可是微服而来，也没讲什么排场，就是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我跟你说的话，你也不要对外人宣扬。是。有话还请明示。我听说前一阵子你跟东洋人打了一架，还打赢了，不赖不赖，比北洋水师争气。这件事传到京城里，老佛爷也很高兴啊。可是你这个脑袋瓜子一根筋呐，怎么就不懂得见好就收呢？东洋人跟咱们同文同种，胳膊腿儿都长得差不多，你打赢了也就打赢了，怎么又跟西洋拳王叫起板来了啊？傻呀，活腻了。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不管是东洋拳还是西洋拳，元甲都愿为之一试。试什么试啊？朝廷让你试了吗？万一输了，你丢的是朝廷的脸，是老佛爷的脸。元甲要是赢了呢？你还敢赢？惹恼了洋人该怎么办呢？洋人军舰的厉害你知道吗？洋枪洋炮你打得过吗？你还想再闹一次八国联军？再说了，我听说那个西洋拳王叫什么亚历克斯的，长得跟塔一样高啊，声如洪钟，喊一嗓子都能吓破人的胆，拳头跟脸盆那么大，这胳膊比我的腰还粗啊！就你这小胳膊小腿的，也太自不量力了。何故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霍元甲已登报阶下比武，再无后退之理。人就得有进有退，面子啊是不能当钱花。这是我在宫里琢磨一辈子才琢磨出来的道理。换了别人，我不会告诉他的。霍元甲，我今儿个来可不是跟你逗闷子的。老佛爷不想看见你跟洋人打架，该怎么办？你明白了没有啊？
你不是天津卫人士吗？上有老母，下有娇儿，赶紧带着一家老小回天津，不就过去了吗？3天后，就是比武的日子。难道让世人讥笑我为逃兵？我好心给你指条活路，你别不知好歹。好好想想媳妇儿、孩子，你要敢给咱大清朝惹祸，那边刚上擂台，这边可就满门抄斩。元甲，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无可奉告。啊？瞧见了没有？旁边那就是贝特朗，他在天津做领事的时候，没少给朝廷找麻烦，不好惹。您老亲自出马，这趟差事办得漂亮。眼线回报，昨夜子时，霍元甲趁着弟子们睡着了，套了马车，拉着媳妇儿、孩子，还有他们家的瞎老太太，跑了。我也是深思熟虑的，要想既不得罪洋人，又能给老佛爷交差，就只能吓唬霍元甲。他不来打架，我就全能交差了。黄公公高明啊！怎么样？那个老太监也来了，这事儿应该跟他有关系。对，一定是他对霍元甲说了什么，吓住了霍元甲，不敢来了。不可能，师父勇者无惧，绝不可能退缩。大半夜的，一家老小突然没了，怎么解释？事儿也不能怪霍元甲，他是大孝子，要是有人拿老太太的性命要挟，他不得不就范。我同意兄台的判断，现在我们要想的是如何应对局面。怕的是元甲退赛，会引起沪上百姓的愤怒，精武门不保啊！各位女士、先生们，各位女士、先生们，欢迎来到拳王征服世界巡回赛。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拳王亚历克斯先生出场。
那个洋人个头够大，霍师傅够呛啊。是啊。闭嘴！在没有结果之前，作为新闻记者不可妄猜。好了，闭嘴，闭嘴。接下来有请新武门的霍元甲。Personne qui paraît cette fois est 2 fois plus important que la dernière fois. Le montant total de l'argent en jeu est 3 fois et demi supérieur à celui de la dernière fois. Ho Wantia n'a pas osé jouer et admettre sa défaite. Vous reviendrez dans le jeu et vous pourrez gagner beaucoup plus d'argent. 霍元甲，你在哪里？霍元甲在此。你们进武门搞什么名堂？你是陈真，不是霍元甲。打你们洋人，不需要我师父亲自出马，我陈真就可以打败你。So this is Chinese. Even know nothing about the rules of the fight. But hold on, sir. It must be your power of fame which scales opponent. It is good if Ho Yanjia couldn't be here right now. The reference and confirm the consequence and will announce it as soon as possible. Police! Arrest the troublemaker Chen Jin immediately! 慢着！师傅，元甲，哎。 师傅，您来了。你最大的毛病就是沉不住气，这一点必须改。记下了，师傅。这是。各位。 元甲在路上耽搁了，非常抱歉。我的徒弟陈真是个急性子，坏了规矩，我在这里替他赔罪了。既然霍元甲来了，比赛。 正式开始！体重大，看着体重。
父！元甲，是。师傅，加油！承让。甲坏了事，要治罪。好，好，好。黄公公，黄公公，啊，您怎么也跟着叫好啊？既然赢了，没丢大清朝的面子，也不算得罪洋人，两全其美，能不叫好吗？好。那还治不治霍元甲的罪啊？何罪之有啊？好，好，好！霍元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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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元甲！
喂，嘿嘿，好。哎呀，夫人，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又去看我比武？你走后，娘非让我跟着你。她说我们把她安顿得不错，又有小莲照顾，不需要我。她还说我眼睛好，让我替她老人家亲眼看着你打败洋人，为我中华争光。我已经让镇上去给老人家报喜讯去了，他一定很高兴。你打败了西洋拳王，光宗耀祖，功成名就，他当然高兴了。哎，我报的喜讯可是我媳妇儿又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你别笑了。我知道你喜欢闺女，可是……哎，儿子也好，我喜欢。你还年轻嘛，可以再生啊，多给我生几个闺女啊！你高兴就好。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格，我儿就叫霍东阁。怎么讲呢？到上海后啊，晋孙推荐我读了几本书，先是《革命军》。邹容先生在书中写道：“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陈天华先生在《警示钟》里也写道：“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独立，讲革命。”革命这个词，10几年前我便听说过，曾嗤之以鼻。后结识了农进孙，得知他是那种人，我又敬而远之。再后来，阿发为革命而死，沙燕受了革命的熏陶，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到今天，我突然觉得，有些道理只有经过了才能懂得。我们这个国家灾难深重，革命当是唯一的前途。这个名字起的是好，一来可以让我看到夫君的视野与格局更上一层楼；二来可以让孩子永远记得父亲对他的期待。只是我有一个建议，可否用楼阁的阁来代替？你是怕招惹是非？夫人的深意我明白，就用楼阁的阁代替。叶师傅，霍元甲，真没想到，唯一来送我的竟是你。我不是来送你的，请问叶师傅何往？回老家呗，连败东洋武士，西洋拳王。你霍元甲初见的风头，我的徒弟们都改投精武门了，我还在上海滩等着挨饿呀。元甲恳请叶师傅留下，
共赏武林大计。霍师傅何意啊？袁家早已说过，我志在革除旧武林的陋习和门派之争，创携手共进的新武林。如今我已决意将精武门更名为精武体操会，特来邀请叶师傅入会任教，共同为国家培养文武双全的栋梁之才。你此言当真？不是在戏耍叶某吧？袁家这一辈子最不会的就是讲笑话。实不相瞒，神教八徒已经答应了霍某，鹰爪门的掌门陈秋风大侠也会前来任教。鹰爪门，那可是你的老冤家呀！新武林之风，就是要化干戈为玉帛，共创中华武术之盛世。好，霍师傅，就凭你这句话，叶双行从此跟你走了。等一下，再加一把椅子。金燕师傅，你也来坐。师傅，这我可不敢当。哎，精武体操会即日起招收女弟子，由你来任教，当然要做了。哎，是呀。